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张国清这条线最近又热了。先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在救灾一线出现，没多久又去出席新央企成立大会。同一个人既能在政策现场露面，也能在突发事件现场露面，这不是普通的多跑几个会，而是一个信号，说明他在今天这套权力分工里位置还在往上走。如果把张国清这几年的轨迹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不是靠单一背景上来的，军工出身只是第一层，后来真正把他往上推的是几条交织在一起的线，一条是军贸系统的老资历，一条是曹钢川、曾培炎、张德江这条老江系的提携链，还有一条是陈希把他接近更大的干部网络之后形成的政治通道。所以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讲张国清，不只讲他怎么升，更讲他为什么能一直升，以及为什么到了今天外界会把他和21大甚至更高一层的位置联系在一起。先从他的起点说起，张国清的早年并不是那种一路从中枢机关起步的人，他最早走的是很边缘但很关键的一条线，军贸。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环境很紧，能把军工产品、工业项目、外汇和外交资源打通的人，都是体制里真正吃硬饭的人。张国清当时长期在伊朗德黑兰一带工作，做中东军贸，这类岗位今天听起来很小众，但在当年他是能直接见到资源，见到风险，也见到成绩的地方。这一步很重要，因为真正的干部上升往往不是从会不会说话开始，而是从有没有硬货开始。张国清在伊朗那段经历给他积累了两个东西，第一是实打实的业务能力，第二是军工系统内部对他的信任。他不是那种纯粹坐办公室的人，他是见过外部世界的人，而且是见过高风险外部世界的人。这种经历会让一些老派军工干部很看重，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一位关键贵人曹钢川。曹钢川在军中崛起，靠的是江泽民时期的军队重组。90年代以后，军队权力结构变化很大，装备、后勤、军品、军贸这些口子都变得更重要。曹钢川上升得很快，后来又成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进入党政军的核心圈。张国清和他之间不只是工作口径对得上，更关键的是两个人的气质、背景、用人方式也对得上。张国清是技术官僚出身，做事稳，曹钢川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干活、能落地又不太花哨的人。更重要的是，张国清在军贸上干出了成绩。一个年轻干部如果能在海外复杂环境里把项目做成，领导是会记住的。尤其在军工体系里，成绩不是纸上的履历，是真能换位置的筹码。所以后来张国清一路往上走，很多人只看到军工背景4个字，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他在军工系统里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能打硬仗的人。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他的第二层台阶开始出现，这时把他往更高处推的不只是曹钢川，还有曾培炎。曾培炎主管工业，国资这一块和张国清的业务天然相通，这种人事关系在体制内很常见。你做的事情刚好就是领导分管的事情，你又确实能干，能配合，能把事情做成，那领导就会愿意把你往前推。张国清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是只被一个人看中，他是持续被几条线同时看中。这就意味着他的上升不是一次性的偶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被需要。后来张德江接过相关分工，又成了他的重要推手。这条线同样不是简单的认识，而是张德江需要在分管系统里用人，张国清刚好是那个能稳住场面又能把事情做好的干部。这类人最容易被一路推上去，因为在中国官场，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会表态的人，而是能把一个系统接住的人。所以张国清的第一段上升逻辑其实很清楚，军工起家，军贸立身，曹钢川打开局面，曾培炎和张德江继续加码。这是一条很典型的从专业口进入更高政治口的路。但张国清真正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他只会待在原来的老圈子里，他后来又把自己送进了另一个更强的圈层，清华系统。很多人低估了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特别关键。2000年前后，张国清
去清华经管读书，做的是数量经济学方向。对一个已经进入中管序列的人来说，这不只是镀金，这是在换更高级的人脉地图。清华经管是什么地方？它不是普通学院，它是中国政商精英高度集中的地方。很多后来管经济、管干部、管政策的人，都在这里形成过交集。张国清在这里和陈希建立了关系。陈希后来进入清华管理层，又在18大后转到中组部。这一步对张国清的意义非常大，因为中组部不是一般部门，它是真正掌握干部进退、提拔和安排的大门。陈希对张国清的判断，显然不只是这人会干活，更重要的是这人稳、专业、底子硬，而且不会乱出手。这种干部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里是很容易被信任的。而陈希对张国清的推荐，最终把他送进了更大的政治轨道。从兵器工业集团到重庆，再到天津，再到辽宁，张国清的每一步，表面看是岗位转换，实际上都是在从专业干部往政治干部完成转身。这条转身线，很多人讲不透。我用一句更直白的话说，它不是被动调岗，它是在被持续塑造成一个可以进入更高核心层的人。到了地方任职阶段，张国清又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他总是被放到那些需要接盘、救火、稳局的位置上。重庆出过事儿，他在重庆；天津要稳，他去天津；辽宁要调结构，他又去辽宁。这种安排说明什么？说明组织对他的判断已经不是能不能干，而是敢不敢把难活交给他。这很像澳洲金融机构里那种最难处理的岗位，不是最光鲜的前台，也不是最轻松的后台，而是最容易出风险，但一旦稳住就最能证明能力的位置。中国官场也是一样，能被放去收拾残局的人，往往比只会在顺风局里做样子的人离核心更近。张国清后来进入政治局，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逻辑就接上了。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他是一路被不同系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老领导不断确认过的人，而且他的分工也很说明问题。工信、应急、国资、央企，这些都不是轻松部门，他们都是出问题时必须有人顶上去的领域。这也符合张国清的风格，他不是那种专门来做漂亮叙事的人，他更像一个在系统里负责接锅、灭火、补漏洞的人。这就回到最近几个人事变化上。先看应急管理部，张国清分管的口子里，原来的人先后出事，新的部长又迅速顶上，而顶上来的张成忠是张国清在地方时期的老部下。这种安排不能只理解成老部下提拔了，它更像是张国清仍然有能力把自己的人带进核心位置。再看工信系统，李跃成入京也是同样的逻辑，都是张国清旧班底里的熟人。一个人如果在高层已经失势，他的老部下不会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回到他的分管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还在牌桌上，而且手里还有牌。体制内最敏感的不是某次讲话，也不是某次露面，而是人。你还能不能用人？你的人还能不能上来？这比任何口号都更真实。所以很多人现在会把张国清和21大联系起来，原因就在这里。他现在不是单纯的副总理，他已经是那种可以持续完成系统性用人的副总理。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里，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当然，这里也要说的克制一点，它的前景不能简单说成板上钉钉。中国政治从来不是单线直退，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张国清的轨迹是向上的，而且是那种有支撑、有延续、有实际的向上。再把镜头拉远一点，你会发现张国清和马兴瑞其实很像，两个人都出身军工系统，都从央企体系出发，都曾在地方担任重要职务，也都在20大进入政治局。但两个人后来走向并不一样。马兴瑞那条线更多和深圳、广东、山东帮秘书班底这些人事结构绑得很紧。秘书长高诗文、郭永航、张虎，这些名字背后反映的是另一种权力组织方式。人事链条很长，关系网很密，一旦老领导出问题，链条就容易震动。而张国清这边
虽然同样有人事网络，但他的风格更偏技术性、系统性。他靠的是军工、工业、清华、地方治理和中央分工的连续累积。这种路线通常更稳，也更容易在大洗牌里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回头看张国清，会觉得他像一个顺着时代往上爬的人，但我更愿意把他理解成一个被多个时代节点反复验证的人。他不是靠一个奇迹上来的，他是靠很多次不出错，很多次站对位置，很多次被更高层继续使用，慢慢走到今天。再往深一点看，张国清这条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次上升都不是单纯靠背景2个字，背景只是门票，真正能把他送到更高位置的是他一直在解决问题。军工时期，他解决的是军贸和外部风险；到地方以后，他解决的是接盘和稳局；进国务院以后，他解决的是工业、应急、央企这些硬口子的协同问题。一个干部如果在不同阶段解决的都是不同类型的问题，那他就很容易被系统持续使用。这也是他和很多干部最大的差别。有些人上升快，但只会在一个场景里好用，一旦场景变了，就失去价值。张国清不是，他每换一个场景，都会自动适应新的任务。这说明他不是单纯的位置型干部，而是功能性干部。功能性干部在大系统里最值钱，因为系统最怕的不是没有口号，而是没人能把卡住的地方打通。张国清偏偏就是那个经常被放去打通卡点的人。这点和澳洲的政治文化也有很大差别。澳洲更看重规则边界和公开程序，中国更看重人能不能把局面撑起来。所以你会看到，同样是副总理，真正决定他有没有后劲的，不是头衔本身，而是他还能不能继续带着一批人去做最难的那部分工作。张国清现在就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不只是站在台前，他还在参与人事调度。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单纯被摆出来的形象人物，而是一个还在作用中的权力节点。如果再把马兴瑞拿来对照，就更清楚了。马兴瑞的优势也很强，但他的优势更偏某一条线、某一个圈层、某一类网络。张国清则更像横跨多个系统的整合性干部，一个是网络型，一个是系统性。网络型干部在风平浪静时很厉害，系统性干部在大调整时更能留下来。所以我对张国清的判断始终是4个字：继续观察。不是因为他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重要了。越是这种人，越不能只看一时的风向，要看他是不是还在继续被放在关键位置上，要看他是不是还能继续把自己的人送进去，要看他是不是还在决定下一层人事怎么转。如果这3件事都还在发生，那就说明他还没有到顶，也还没有被边缘化。这才是判断他前景的真正依据。这条线往后怎么走，我不敢替体制下结论，但从现在看，张国清至少不是一个已经退出舞台的人，他还在舞台中央附近，而且是那种灯光一亮，大家都会往他那边看的位置。如果说中国官场像一座巨大的机器，那张国清就是那种很少冒烟，但总能把齿轮咬住的人。这种人最容易被继续留下，也最容易被继续往上放，再补一层更现实的判断。20大之后，很多人以为格局已经定死了，其实不是，真正还在变的是谁能在新格局里持续承担重任。张国清目前的状态就是还在被重任反复测试，而且大体还在通过。这类测试看起来不起眼，但很关键，你能不能把难口子接住，决定了别人会不会继续把新任务交给你。你能不能继续把自己的人送进关键岗位，决定了你是还在局里，还是已经慢慢退到边上。张国清现在显然还在局里，从这个角度看，他不是靠一场大戏翻身的人，他更像那种在很多小节点上不断过关的人。每过一次关，位置就稳一点，每稳一次，后面的空间就更大一点，这才是他真正的上升逻辑。所以这期节目最后，我还是回到一句最简单的话，张国清现在不是下坡，他还是上坡。至于这条坡最终把他送到哪里，还要继续看后面的干部调整和系统重组。最后回到标题，张国清入场有戏吗？我的判断是，至少从现在看，
他的上升势头没有断，他手里还有分工，还有人事，还有被继续使用的价值。这在今天的中国政治里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他会不会突然消失，而是他还会不会在下一轮人事重组里继续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上。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咱们下